嘿，大家好，我是周怪，我是小鹿，欢迎来到周怪和小鹿的频道啊。今天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带来一期特别的 Top 10盘点节目，桌游推荐节目啊，桌游推荐节目也不算推荐节目，但其实也就是推荐节目，因为是我的2024年的 Top 10游戏盘点，对吧？应该得是推荐游戏了，啊，也是万众期待的一期，是不是？我也会在最后分享我的 Top 3。是的，这个正片呢就会再放在片尾，是个彩蛋环节，小鹿分享他的 Top 3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过去一年玩到的最好玩的游戏，或者是前3好玩的游戏。好，然后在我们正片开始前呢，还是要稍微来总结一下过去一年周怪和小鹿的频道的一些表现啊。我刚才稍微清点了一下，我们频道在过去一年呢，总共更新了47期节目，总时长加起来差不多是23个小时，不到一天24小时的时间啊，比我想象的要稍微少一些。我以为我们更的节目其实很多都是长视频，我以为加起来应该怎么的30个小时以上。因为之前回国的时候为桌游展更了一些很短的视频，对，我们更新了很多水的视频，所以这47期满打满算也没有做到平均1周1更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好吧？我们会在2025年继续努力，争取给大家稳定的带来优质的桌游内容。欢迎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可以继续关注支持桌游怪和小鹿，好吧？谢谢大家。好的。然后呢，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尾巴，就是我个人的 Top 100的视频。Top 100视频，然后那个视频的话呢，是我目标是在就接下来的一年给大家更新的啊。我要是更新的快的话呢，可能就更新的早一点啊；更新的慢的话稍微慢一点，但是肯定是在2025年会完成这个事情的，好吧？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周怪的这个方面更新。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好遥远的一个大饼。没有，因为我们最近 Top 100是要好好做的。对，因为你说有几个游戏想要先再玩一下，然后再去。你比如说像这个，对吧？还有好多那个像最近很火的那个什么美食游戏，各种很多的。我要是做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测试，然后才跟大家去总结出这100，对吧？好吧，这个东西是要好好准备一下的。好，那我们说回今天的2024年的前10游戏，选择标准啊，标准其实非常简单。第一条呢，就是在 BGG 上面，它的这个出版的年份是写着2024，就是它这个 title。括号写了一个括号2024，所以就这个标准的话呢，其实就是会筛选出去很多，就是你看似是以为是2024年，但其实并不是2024年。对，但它跟国内也会有一点点的时间的差距。肯定是有，跟国内上线的时间肯定是有区别的。所以比方说像这个沙丘，它就没有在我们这个筛选范围内，好吧？但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榜单上可以听到更多的你没有听到的内容。然后我相信很多我们频道的这个忠实粉丝可能会看过我之前就是在年中的时候跟年末的时候跟另外几位 UP 主一起录了，就是当上半年的盘点以及下半年的盘点。当时的那个选择标准跟我现在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好吧？所以就是大家不一定会看到完全相同内容。其实很多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很不一样。好的，对。然后我之前没有把我的这个榜单跟小鹿做任何分享但是我做了一个猜测，我写了一个大纸条，上面有我的一些猜测，然后我认为备选的一些，以及我自己的 Top 3。你还有备选啊？对呀。那你基本选中了，你写太多了。不，我是从池子里面挑出了10个，然后这里包含了所有的池子。行吧，好。那第一个标准就是在 BGG 上搜索是2024年出版的。那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没有涵盖任何的扩展。就是说单扩展的，可能过去一年还是出了挺不错的扩展的。我随便说 Forest Shuffle 就是森森不息，还有这个盖亚计划，前2天我们还稍微试了一下，我觉得确实还挺好的。那个失落舰队，对，但我感觉这种不是很合适的原因，是因为本身你是喜欢它原版的游戏更多，就是它原版游戏足够好了，所以不能说是因为它的2024年这个扩展而上榜。是，主要是我们这个榜单确实可筛选。2024年我一搜，确实很多好游戏，好吧，有点想不过来了。真的吗？确实。我 Top 3觉得还绰绰有余。是吗？是的，好的。然后就是这个排行呢，是我回想了一下我们过去这一年玩的一些游戏，然后我回忆比较好的游戏，我就会排得更靠前，就真的应该是我个人的喜好的一个排名。好吧。OK， 然后呢，我们正式开始前再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稍微盘点几个就是遗憾落榜的游戏我这里列了总共有5个。第一个游戏呢就是《魔界中州对决》。
魔界中州对决这个游戏，我是早早的就预购了它。然后我听说它有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在株洲展第一次听说金康的时候，然后在那儿围观了好长时间，然后我就想上手玩，结果那2个人跟那儿一直站着那个桌子玩，我就很想去摸一下那个配件什么之类的。然后指环王又是我很喜欢的主题，然后魔界不是就是这个七大奇迹对决又是我们的这个很早期就入坑玩的桌游之一。那这个游戏咱俩都没有直接玩过。我们都是分别跟别人玩的，然后就是只能说怎么说呢，就是期待值太高了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那个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就是你看我俩都没有直接玩，虽然将来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俩出一期视频关于这个，我觉得不用说太多，它最大的原因就是它有新鲜感，但是平衡性略差。也不是说，就我感觉就是有点太简单了，就我没有觉得玩家能做太多的，就你做每一动都没有觉得一定会把对面打死还是怎么，就是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桌游玩家，在现在玩这个游戏，感觉就它的博弈点不够多，其实就是你的每一步下一步都挺明显的，就这个选择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评价，所以它没有很遗憾，这虽然就是很有情怀，但是我并没有把它排在我的这个前10游戏2024年，好吧？我是觉得那个奇迹版。就是那个，就是你完成了一个奇迹之后，不是可以？你说的是那个建筑版城堡版？哦，是那个科技版。科技版？对，我觉得不是很平衡，有的特别好，有的一般。有可能是吧？下回还是对决一下嘛，是吧？我觉得还行。好，那再下一个遗憾的没有上榜的就是这个 ARX， 这个叫做有一个中文名字叫什么？星湖奇航。你还查了是吗？ARX 这个桌游，星湖航记。对，这一盒我面前的这一盒呢，它是一个大盒版，就是它的基础加上它的这个 campaign 扩展，好吧。然后我听很多的人分享说，这个游戏的基础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就是教学观，一个引入，就是它只是把它这个吃蹲加驱控的这个机制告诉你怎么回事儿。它真正的亮点，真正的一些玩家之间的不对称，然后每局的变化是在后面的这个传承扩展里面慢慢加进来的所以我其实还挺期待后面的。但我们没有玩过，甚至就是这个实体我们其实真没有玩过，我只是把它拆开了，然后把2个这个扩展跟基础合在一起了，放在这个大盒子里。就目前教学观的体验不足以。对，还是很期待的，好吧？就这个游戏2025年是肯定给它开了的，但是就是从它单基础的一个表现，虽然我的体验还可以，但是我也能看到，就是这个游戏它有说这个驱控，就是你想做什么事情，它因为受限制于吃蹲这个机制，导致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一些玩家的一些无奈，我也能感觉得到。所以这个游戏就遗憾没有上榜。好，再下一个歹偷戏歹偷戏在这里没有上榜，怎么样？这我都排除了。你也排除了，歹偷戏都排除了吗？歹偷戏其实我们都出过视频了，然后就是也是艾森的很热门的游戏嘛，就是比偷库那个忘了那个游戏叫什么了，就是他们家的一个重德的一个续作。然后这个游戏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做视频最后其实稍微点评了一下，就是它虽然其实也是一个挺重的这样的一个得策，但就是好像玩完了之后也没有说不想再玩，但就是跟很多其他游戏德式重德比起来，它的优先级不是很高，对吧？它的优先级不是很高，然后就感觉你好像玩了3-4把之后，它虽然它的目标在变，但是感觉你就见过了，刷过很高的分之后，就好像还可以。而且这游戏它教学起来挺费劲的，然后呢开一局也挺占桌面的，也挺占时间的，所以就是同样的时间，我可能想开别的游戏，所以歹偷戏是个不错的游戏，但是而且还在我们这个封面上，对吧？就是但是很遗憾，就是没有上这个榜这游戏我们出过视频的，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游戏应该也是有中文版的。然后再下一个 Cities 璀璨都市，这个我好像也没有排进去也没有排进去吗？这游戏我们也是在电台还是很多节目我都夸过很多遍的，就是最近中文版也刚出了，中文版还有它的这个专属的，好像是北京还是上海吧？这么好的城市板块，那我们都没有，但是我们有那个是那个印第安纳波利斯和艾森的2个大桌游展的城市的那个板块。然后这个游戏就是一个青色的板块放置桌游，然后呢，它有这个3D 的那种配件嘛，就是你可以把城市1层、2层、3层、4层往上垒，然后呢，根据每一个城市它的不同，它就是给你提供了每一局的这些计分的目标的不同，对吧？然后玩家可以去轮抽4样东西，你可以轮抽个人目标，可以轮抽地块，你可以轮抽建筑，然后还可以轮抽那些在地块上面的那些游乐场的一些东西，水面上的那些东西，它是一个青色。然后就是一个入门到进阶这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推新的这样的一个桌游，其实我们也玩了挺多次的。是的，对。但这游戏在我这儿它没有上，就是因为我们玩的其实很多了，然后但是我感觉它这个游戏没有一个爆点，就是我没有在整个游戏过程当中感觉哪个瞬间我觉得我特别爽，好像很少有，但其实可能也有。
它的确是一个很流畅的游戏，很流畅的游戏，对吧？就是你比方说你拿了一个目标，然后你刚好又抽到了颜色合适，轮到你第一个抓，然后你抓到了一个特别合适的建筑颜色，然后你应该很爽。对，有的时候它那个就是手机那个积分卡，有时候会翻出来一些刚好合适的。我印象里之前就是最后一轮给我翻出了最好的一张，然后我就一下子就爆粉了。就也会有一点随机，也会有，对，但是还是有点运气在里面，是不是？好，这个也跳过。最后一个就是赶海区啊，赶海区是我们自家的游戏，然后所以就不能上榜。其实也有点，其实应该上榜的。这游戏其实如果我们不喜欢玩，或者如果它不好玩的话，它根本就不会有中文版，对吧？所以这游戏我们当时在 GenCon 玩到它的时候，其实是Origin玩到它的时候，就是很开心。然后现场玩很开心之后买回来，然后跟身边的朋友分享，然后大家都很开心。所以就有了大家现在在国内看到的中文版本。然后这个游戏如果摁排的话，应该是能上这个榜单的。我们之前说过不要把我们但我们就不排了。但是赶海区，好吧，就是这些。好，那我们就现在可以开始今天的正题了，好吗？今天我们的正题就是我的这个 Top 10桌游。我现在更有信心了。所以刚才我说的几个全都没在你的。我都没有，我都排除了。好的，那行。但我现在有一点担心这个。什么？这个？这个怎么了？这个被我排除了，但既然你没有讲它，我这被我排除了，竟然行。好，那我们接下来开始了啊。我们今天第一要聊的是我的排名第13的桌游啊，不是前10吗？我实在筛不掉了。这不合适啊。排名第13的桌游，好吧？那这个我没有列上也很正常。那我就排名第13、12、11，这个稍微快点说。对，而且这你有备选名单吗？好吧。排名第13呢是英雄无敌。英雄无敌的这个桌游呢，我自己没有一份，然后是玩的朋友的一份零售版本的，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扩展，就只是人类组，然后有一个是地下城，还有一个是僵尸还是什么，反正我对那个原来的游戏，其实我是有情怀，但我并没有那么的深入的就有那么多的这个细节的研究，对。但是就是凡是玩过英雄无敌系列游戏的玩家，看到这个桌面版本，你都会瞬间的被带回到当时那个电子游戏里面的感觉。就你看它那个玩家主板图，你就觉得这就是我的那个整个占满我屏幕的那样的一个建筑，我的老家，好吧。然后你随着游戏进行呢，你可以去花资源去升级你的这个大本营，升级大本营之后，你就可以把原来那些你很熟悉的一些兵种全都造出来之后，它就可以跟着你一起，跟你的英雄一起到野外去打中异生物。然后它还很好的有这个 PVP 的一个机制，游戏最多支持到3个人，这个在桌游里面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神奇的这样的一个设定了，好吧。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本，就是那个叫 Scenario Book。就是你可以根据不同的玩家人数，然后你可以选是竞争模式还是合作模式，好像是，然后就是你去 set 这一关的这个地形，好吧，就是有的是 solo 关，有的是2人关，有的是3人关啊。然后它的战斗呢，我一开始会有点担心，我们当时那次玩的是3人局，我开始有点担心，如果是3人局会不会造成就是说2个人 PVP 的时候，第3个人就看戏，或者说就是某一个玩家跟中立生物去打架的时候，另外2个人就是当 time。说有一个玩家会扮演对，然后他这个结算就是确实是，如果是打中立的话，就是由1个玩家或者就是另外2个玩家去一起讨论，然后去怎么通过控制这一个中立单位去搞那个正在进行战斗的那个玩家的心态，就是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很小的一个版图，兵种要么是近战要么是远战，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格子可以移动，但就是其实还是主要是能打卡，然后就是而且在这个中立生物的这个战斗开始之前，你并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野怪。好吧，你知道那个野怪的等级，就是你大概知道你能不能打得过，但你其实并不知道具体会发生什么牌，所以每次还是有点惊喜的。然后你作为就是其他的玩家，然后在中立战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通过中立怪物喝掉他1-2个兵，我就很开心，就有这种心态在，所以就是让我觉得还是挺意外的开心的，就没有那么多的downtime，其实是。然后游戏本身的流程其实还是挺顺畅的，就是让我觉得这个游戏将来它现在重印了嘛，然后就是我还是想补上这个票，然后我自己也收上一份。然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玩，你可能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我一点都不感兴趣。对，小鹿对这个 IP 一点都没有，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是这个 IP 的粉丝，或者是至少跟我一样，就说是你玩过这个游戏的话，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对，我之前在电台里也对它的一些就是怀疑，就是可能在这次实际的玩到之后，让我确实撤销了。我觉得还是只玩了一把，只玩了一把，足够这样评它吗？排名第13，好吧，我说简单提一下，结果还是说的挺多。好，排名第12的桌游叫做 Stone Spire Architects， 这个游戏还没有中文版。
这个游戏我把它练到了前10里面。练到前10了是吗？这游戏我给你拿出来，我就在这里。这个游戏我们可以先自己把它翻译成石头城建筑师。对这个游戏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当时还试图去谈了一下这个游戏中文版，但其实这游戏已经有中文版的出版社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但没有名字还，我没有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对，然后就当时我们其实玩了之后觉得很好玩，然后它的反了吗？它的这个出版社是之前那个 Role Player， 就是那个游戏的出版社，然后他们家还有有一个 Legacy 的游戏，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然后就是他们不是王国制图师的，王国制图师他们家，就大家从这个封面美术可能能感觉得出来，他们家一直都是比较统一的，用自家的这个美术师啊。然后所有的游戏好像都是在同一个宇宙的背景之下的，所以就是你能看出来是他们家的游戏。然后这个游戏是我觉得我玩到他们家游戏里面算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我觉得也还不错它就是一个建地城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游戏结束的时候，每个玩家面前都会有一个4×4的一个地城。它是通过轮抽的这样一个机制，一共会有4轮，每一轮的话呢，玩家都会拿到4张牌和5张牌，然后你打下来1张牌到你自己面前，然后传递给所有的牌给下一个人，然后再打1张然后就一行一行的先把第一年把第一行建了，然后第4年把第4行建了，然后每一张牌上面呢会有这个房间的类型，然后这个房间里面会有这个路径，很关键，然后房间里面呢会有怪物，会有陷阱会有宝箱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不同的东西呢，都跟我们每一局在最开始 set up 的时候会翻出来一些这个目标，公共目标，然后如果你满足的越多，你分值就越高，好吧？然后你的这个面前的地城是完全公开的，所以别的玩家知道你想完成什么，所以你也可以在自己没有好牌的时候去黑 draft 别人然后每一张牌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之外，在哪张牌的最下面它有金币，好吧？这个越强的牌，它的金币一般越少，它是这样去平衡的。但是如果你金币有足够多的话呢，你会在我们轮抽完所有牌了之后，会有一个市场环节谁的钱多谁可以买，对吧？你可以买的东西呢，就是往这个你的打出来的这个地城里面去加新的这些怪物或者是陷阱，就是本来你的卡上没有印的那个东西，但你可以后加上去。因为它是就是更灵活的这样的一个 token 的形式，你可以摆，所以它比你的卡本身是更灵活的，你就可以更好的去完成这些目标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每个人最开始的时候还会自己暗抽1张这个个人目标牌，所以你还是有点保持神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然后那个路径也很有意思，最后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地城的入口跟出口，就入口在第1行的上面，然后出口在第4行的最下面，如果你能连通的话，最后还有一个双倍积分。对吧？这个蛇年就是一个蛇形的这个路径，应该说每一个连接上的板块都有分，所以你会希望全都连接在一起。对，你希望全都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数，好吧？就这个游戏是挺意外的让我玩到的，然后确实体验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排在第12名，可能偏低了。我其实还是挺喜欢这个游戏的。对，我是觉得你很喜欢的。这个你是排在前10的吗？对这排前10的，那确实，那行 ，OK， 好的。第11名是这个 Harmonies 自然和弦，自然和弦你在你的榜上吗？没有排它没有排，我没有把它排在你的猜测里面，就是你们觉得不够到这里。我觉得没有那么自然和弦是因为最近我没有在 BGA 上玩，然后这个游戏就是纯线下玩，然后这游戏在最出版之前，我们第一次玩，当时就听说了很多人就很喜欢它嘛，然后我们是在 TTS 上先玩的，当时玩了之后觉得也就还行。就没有说到那种说一定要买它的1分的程度，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有朋友把他的这份游戏先暂时存在我们家，然后实体配件是加分。对，然后我们最近确实有的时候就是时间不够的时候，或者就是在游戏之间我们拿出来玩一下，然后就感觉还行，就还好。但这游戏就是它的小问题，就是它也是跟刚才 Cities 有点像，就是它没有给我一个就是爆点，就是我没有在哪个瞬间觉得我特别厉害，怎么样这个样子。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就是每个人会有一张自己的神兽嘛，对，我觉得那个神兽的平衡性不是特别好。你觉得有些更好得分，有的不容易得分，是吧？我觉得是是有可能，反正就是这游戏挺轻松的，就是你不会用太多的动脑子，然后确实就是它每次就是给你五个这个 token 让你去抓嘛，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就能翻出来你喜欢的，然后有时候就是翻不出来。你比如你就想得水的分，结果到你的时候就没有水，全都压箱底了，那怎么办？那没办法，对吧？所以就是它是不是一个特别讲究的一个策略游戏，但是就是还是很多时长也短，很多时候就是还是可以拿出来玩的。对，它在它自己的场合下已经足够了。好，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前10了，好吧？正式开始前面我们聊了已经7、8个游戏，大家已经赚到了，好吧？现在正式开始，第10名 The Game，这游戏在吗？黑帮扑克被我拿掉了，因为我放了那个石头城建筑师。
就这不在前10是吧？确实，就是说这个确实后几名它就是可能就是我一念之间，就谁上了谁不上啊，都是差不多挺好的游戏，好吧？所以我实在是没办法，所以我选了前13啊，你现在可以理解我了啊。然后这个游戏的话呢，它是 The Crew， 就是深海探险队它的一个续作，然后也是同一个出版社，同样的这个盒子的尺寸，但不是同一个设计师，不是同一个设计师，我们有设计师的签名在里面，2个设计师的名字。是的。然后这个游戏的话，当时是我们在桌游展现场，然后就知道他们在非常的花心思的去宣传这个游戏，然后现场设计师在现场签名，所以就是很多人去关注它，然后每天都会卖完。然后我买完了，拎着这个盒子到处走的时候，一直被人问说这是哪个游戏？对，这个游戏虽然就是评分不是很高，但是确实是长期处在一个断货的一个状态。就我感觉是因为它的这个机制就是一个合作的德扑的一个玩法，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受众的，能戳中一些人。对，就是还挺像我们前2天刚玩的一个被我2手卖掉的那个深水城领主似的，你还记得吗？就那工人放置游戏。深水城领主就是它结合了就是龙与地下城跑团的玩家跟桌游玩家，这相当于是结合了。对不对？对德扑感兴趣的玩家，或者就是玩德扑的玩家，然后和桌游玩家这样子。然后，你想说什么？我们当时在金抗买了之后，我印象里当时在金抗的3、4天就玩了10多把，就一直猛玩，一直玩。对，就是我跟小鹿属于什么呢？跟不同的人一直玩。对，我俩属于就是说对德扑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但对德扑本身不反感，就是很感兴趣这一个玩法。然后当然自己也是玩过德扑，但就很菜嘛，就是没有那么多深入了解。但是在这种游戏里面就可以得到非常充足的发挥，因为就是即使你的牌很小，或者说你不去吓唬别人，因为它这游戏它是合作，它没有理由吓唬，它不吓唬别人，它就是一个纯的一个理性的一个分析，好吧？你的终极目标就是每人2张牌，然后桌面上会有5张牌，会在所有的牌都发完之后呢，我们场上比如6个人玩，我们要把这6个人的牌型从小到大进行排序。皇家同花顺是最大的，对，然后高牌就是最小的，大家懂了，就是那个德扑的那个玩法。然后最小的那人要拿那个1号 token， 最大的那人拿6号 token。然后他这个信息是怎么给的呢？有点像是大家常去比较的就是那个 The Mind。好吧，就是说，你要是觉得自己的牌很大，你就主动的去那个牌，桌面中间去拿那个大的那个 token。你要觉得自己牌小，拿小的。然后比如说我拿了个1，然后你觉得你比我还小，我就抢过来，你就把我面前的这个1拿走，然后你说你是小的，然后你又抢回去，我们就会开始拉锯。对。但是它的规则里写了，就说不推荐你就是去口头上有任何关于牌的交流，就是说，对，通过行为，对，你可以通过眼神说你确定你比我小吗？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蛮有意思的。至少在前几次玩的时候，我玩了很多把，然后都很开心。它不仅仅有这方面，还有中间好几轮给到信息。对，我们刚每人发2张牌之后，就直接先给一波信息。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你比如说拿了一个，对你比如说你拿了一个对6，好吧，口袋对6，那个时间点你可能是很大的牌。但比如说，然后我们给一次信息，然后你觉得你对6你是一个相对大的，你就比如拿了个5，场上有一个人，比如说有个尖 K， 他拿了一个6，比方说这个样子，好吧，然后你就说 OK， 咱们所有人都停了，这就过了。然后第2轮再发1张牌，发3张牌其实是，然后那个时间点，比如说赏了3张牌里面发现没有6。那这个时候你的对6就是一个小手了，你就不是什么东西了。然后这个时候有的人觉得他牌中了，比如说场上翻出张 K 来，然后那个人就对 K 了，就对 K 了所以他可能比那个尖 K 那人还大了，对不对？所以就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心理上的或者一些分析，对不对？你看那个人，你会看着一个人突然不对，我现在是6了。对。然后像这样的给信息分析，总共会持续3轮，然后最后就是发出5张牌之后，那一轮再拿一个确定的一轮，然后最后看我们是不是精准的把这6个人的大小排序全都给排好。对，然后它还会有一些，就是如果你赢了一把的话，就会给你加一些难度；如果你输了一把的话，会给你加一些技能。对，就是这个红牌和这张黄牌，一个是增加难度，一个是降低难度的。我记得像增加难度的里面，就是你不仅仅大家排序要对，你可能还要猜出牌最大的那个牌型的人是什么牌型。要猜出很具体的来。有的时候能猜出来，有的时候猜不出来。对，它就是一个大家一起共同输赢的这样的一个游戏。是的。然后我们这个游戏它现在排在第10，没有再更高，是因为我们玩的很多了之后，发现它的这个关卡之间的变化也没有再多了。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有拿去跟平时玩德扑的朋友一起去玩，让他们锐评了一下，就是感觉好像还不是像我想象那么好推，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刺激，觉得不够刺激，没有肾上腺素的分泌，对吧？就是没有享受 bluffing 的那个过程，没有赢，没有输赢。对，我手上拿一个大牌，我就想赢你啊，对吧？我还不是说我要跟你去猜你是什么，大概是这样子。
好像就是玩点还是不太一样，但是刚好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对德扑一点点了解的人。对，然后同时是比较喜欢这种合作和这种感觉。好吧，这个就是 The Gun， 暂时没有中文名字，推荐给大家。第10名。好，第9名同样是一个合作或者说是半合作的一个游戏吧，叫做 Things in Rings。啊，你选了这个啊？你怎么选了这个？这个没上榜是吧？没选，我选了他们家另一个游戏。哦，那个游戏是在也在榜上。对对对，Things in Rings 这个游戏也是桌游展上面的一个小惊喜。它有中文名了吗？它还暂时没有中文名，好吧？那我们就叫它韦恩图。韦氏图的这个合作，好吧？这个游戏确实它的设计的想法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主持人啊，他相当于就是大法官嘛，这么说，他判定这个游戏的一个标准。然后他手里呢有3张牌，分别是告诉他这个题目的一个要求，然后这个词语的一个组成的要求，以及它的一个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3方面要求啊。有一个圈，如果说符合这个要求，就在这个圈里。对。然后分别有这么3个圈，它们就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韦氏图。形成了一个韦氏图。然后每个人手里都有卡，你的目标呢就像 Uno 一样，你要把你自己手里的卡给打完。然后呢，一开始你是没有任何信息的，有一点点信息，其实就是开局的时候，这个主持人会放3张牌进到这个某一个这个集合的圈里面，他给了你一个起始信息。然后轮到你的时候呢，你就从手里面，然后你根据他给的信息，然后你打到你理解的那个圈里面。如果你打对了，这个主持人会告诉你打对了，然后你就可以接着打，直到你打错为止。你要是打错了，你就再补1张牌起来，然后呢，这个主持人会把你打错这张牌放到对应的那个坑位里面，然后呢，再轮到下一个人去打，好吧？然后它有意思就在于说，就是你会慢慢的信息越来越多，然后你就大概能猜得出来那个主持人手里拿的那3张牌的标准是什么了。我们拿最简单、最客观的，就是那个字母的排序来说，就比如说他的那个手里拿的那个要求，比方说是，这个词语里面至少有1对重复的字母。有重复字母，比方说是这个样子。那一开始你可能没有 get 到，但是你发现很多的重复字母的牌全都出现在那个圈里了，你就知道哦，它这个关于词的结构的那个要求就是很有可能是这个啊。然后另一个，比如说它的属性，比如说你看到砖头在里面，你看到飞机在里面，然后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你会觉得可能是质地很硬的东西。就是你能慢慢的能推测出来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就最后，如果你发现你误了，你的这个脑电波对上了这个主持人的，然后你就会微微一笑，然后轮到你说你猛猛打牌。你只要打出来是对的，你就可以继续打，对，然后就可以把自己手里的牌打完。是的。所以这个游戏就是那一个瞬间，好吧，就是虽然主持人不能明面告诉你题是什么，但是那一瞬间你误了之后，别的玩家还在苦恼那是什么的时候，只有你全场也是你懂了那个主持人的那个瞬间，还是很开心的。但我经常懂不了。我觉得那个词的那个比较好懂，另外2个稍微有点抽象。对，那个比较就是看就是主持人他怎么去规定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他的标准模棱两可，有时候会有一些主观判断。对，就比如说他的这个提示告诉你这个东西通常来说很危险，那这个很危险。那对每个人来说它不一样，对吧？有的人比如说他比较喜欢就是刺激一点的运动，比如他喜欢滑雪，然后他就不觉得这是个特别危险的一个事情。但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它是个危险，就是这个东西很难确定。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我们的主持人呢，有一次他的一个圈的那个标准是传奇性的东西，对。然后呢，他把热狗打在了里面，hot dog 打在里面，我们都不理解。然后他告诉我们，这指的是 hot dog 那个人，热狗。MC Hot Dog 是吧？MC Hot Dog 是传奇人物，确实，这个东西其实很合理，但是就是当时你在猜的时候，你并不一定会联想到，对，就会形成一些迷惑性，就理解不了。但是节目效果是有的，就很多类似这种。然后这个游戏的小问题就是它的那个牌是有限的嘛，就是说你的那个提示牌是有限的。但我今天又发现了，就是它这个其实有网友做了一个这个就是更多补充的，就是相当于是网友做了一套，就是说你可以找到更多的这个提示，然后去给你不同的一些变化性。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那么在意就是输赢的话，其实这游戏还是很欢乐的。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这个游戏一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比如说那个主持人给到了传奇这个稍微有点迷惑性的之后，我们只要陷入了迷惑，大家会猛的一直错，然后场上牌越积越多，但还是没有想法。对，那个时候就很绝望。对，就游戏时长拉得很长。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玩这游戏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实在不行就算了，就没必要就打到最后，就没有必要真的让某一个人出完牌，因为那个就是死局了，可能就是说，因为就主持人的标准实在是有点模糊。就是说他前后打的牌有点模糊了，对吧？就是主持人自己喊停就好了。其实，对，他游戏就是运行的好的时候，其实是很良好的一个体验啊。那就是
Things in Rings， 好吧，这个游戏推荐给大家啊，第9名。好的，第8名，这个你肯定猜对了。就是刚才但是我前2个都错了哟。对，就是这个你肯定猜对，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同一个出版社的另一个游戏。好吧，你肯定知道是这个。对，因为他们家其他游戏都一般。其实还行吧，但这个确实比较惊艳，好吧？叫做 A Message from Stars， 来自星星的信，我的翻译。你的暂时的中文翻译。但这游戏其实确实很难有中文，它是真的是一个英文单词的这样的一个推理，好吧？它必须包含英文单词，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汉化。就是说，它这个我推荐它的原因有点类似于我在跟另外5位 UP 主一起录的那个年终盘点的时候，我推荐的第一个就是那个 Blank Slate 那个游戏，也是个英文单词填词游戏。它就很适合像我们这种就是词汇量不够多的外国人去玩。就是你会觉得你给出了一个，你想出来一个词之后，就是绞尽脑汁想出来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我真棒，你真棒，你的词汇量好大呀，就有这种喜感，你知道吧？但是你对于外国人他就不会，他就随便就会想几个词来，他就会玩成一个纯的这样的一个推理游戏。对。好，那这个游戏呢，它是一个你可以有竞争模式，你也可以有组队模式。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个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分成了2队，然后去竞争，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6个人的话，就3个人一组，然后每3个人里面都会有一个出题人，剩下2个人一起合作推理。对，来自星星的信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出题人呢就是外星人啊，外星人要跟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建立联系，所以3个人一队的话，一个外星人，另外2个人就是在地球上收到你的来信的这个地球人。好，我们把这配件拿出来了，所以收到这样一个屏风，然后这个屏风的内侧呢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好吧？这里面每一个这个绿色的槽位就是可以放卡牌的啊。小鹿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对，这个卡牌的位置呢放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字母。然后这个字母呢，根据它在这个英文单词里面出现的频率，它会给它分成不同的等级，就比如说是常见字母，然后一般的字母，然后以及这种非常少见的一些字母。然后呢，它根据规则，它为了让你能想出来单词，它一局游戏里面不会出现太多个，就是最多只有一个红色，最多的一个这个红色的啊，就比如说像现在你放的这个叫什么 J， 对吧？就是如果太多 J 的话，你就根本想不出来单词啊。然后呢，这3组大家可以看到，它把这个字母分成了3组。最这边的这一组，好吧，这个 A D C， 它每一个字母呢代表的是数值是1，价值1分然后中间这2个，这个 R 和 H， 对吧？这每一个字母呢，它的价值就是乘2。好，然后 J 的话呢就是负号。好，说5单词，我先比如想一个，就是 jacket， 比如说这个马甲、外套，好吧？那 jacket 那 jacket 的话呢，出现了 J， 出现了 A， 出现了 C，对不对？然后 A 加 C 就等于2。要没有出现中间这一套这个字母，所以没有乘2。所以呢，玩家收到这个提示的时候，他就会看到 jacket 这个词，并且还会看到-2这样的一个数值你要根据这个信息去推断我面前我看到的几个字母是什么。是的，会给出很多轮，大概是4轮这样的一个信息。对，还有一次反给信息，所以每一轮会收到2个算术题。对，所以一方面是考验你的这个词汇量，一方面你要是通过这个去让你的队友能推断得出来，所以你会尽可能想包含这些字母，对吧？这个复数的话，它是不会负得正的，就是出现2个也是负。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逗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这里加1的部分吧，就即使乘2了还是0，因为0乘2还是0。是的。就它那个写词，除了要给出这些数字上的信息以外，它还需要符合这张提示卡的信息，所以其实还挺难的。它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是的，就是每一栏都有6个词嘛，会扔骰子，在起始的时候，你就会决定出这里的6个词分别是其中的哪一个。游戏结束的时候，你的队友不仅要猜对这里，还需要挑出来到底一开始是哪一个，所以你的词里面要包含这个词的信息，让大家能够选出来到底是哪个。所以是命题了，好吧？是的，对，然后那就挺有意思的。然后经常会有常考的情况出现，因为确实大家词汇量不多，然后并且还要尽可能多的去给这些信息。然后呢，你还要用到你的这个玩家板这个板子上，你可以去做这个笔记。然后你会告诉你会反向去推理地球人已经知道了什么。就是说，他们可能根据你的信息，他已经能推断出来这些字母不可能出现了。比方说，所以地球人也可以用这个板，外星人也可以用这个板。对，所以它是一个双向的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很有趣。好，接下来呢是第7名，第7名你肯定猜到了，第7名呢是这个卡卡颂的这个新版本。你悟了吗？悟了，在那儿呢。我的确写了，我是觉得你一定会列它的，是吧？这个是我也在另一期节目里已经给大家推荐过这个虚假宣传卡卡颂的新版本，可爱。Rebirth，
好吧，这个暂时也没有一个中文名字啊。这个游戏的封面很好看，游戏版图也很好看。我们暂时把它译为重生。重生，好的。那这个游戏呢，它是 RK 老师的板块放置游戏。RK 老师有很多板块放置游戏，然后很多竞拍游戏，这是板块放置那一类的，好吧。然后每个玩家手里只有一张牌，然后轮到你的时候就把它打出来。那这张牌打下去之后呢，可以帮你得分。然后呢，地图上还有更多的像是这个城堡。然后还有像这个小一点的，这个叫做大教堂啊的这些建筑，如果你的板块打在了相邻这2个地块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你就有机会去占据这个城堡，然后并且一定会打上去你的这个大教堂啊。大教堂就是会给你领一个个人目标牌，然后游戏结束的时候会散分。然后这个城堡的话呢，可能暂时是你的，但是每一个城堡周围都有6个这样的一个地形块，然后最后会看谁的这个地形块更多，谁就会最终占领这个城堡。然后这个城堡在游戏结束的时候值5分。好吧，然后你这个板块打上去之后呢，本身它自己是算分的，就有点像是这个 Ticket to Ride 还是怎么样，就是你连的越长，它这一个板块的总计的积分就越多。大概是这样的整体的一个逻辑，所以很简单，每次拿到一张牌，你就想应该把它放到哪里去啊？然后因为它是有一个相互之间像那个车票之旅一样有卡位的这样一个元素，所以你是可以一边自己得分，一边去卡别人啊。同时你要去考虑你要占这个终极的目标以及这个城堡之类的。对，怎么完成你的目标，怎么拿高分，怎么卡别人，就是很多需要考虑的，但是你只有一张牌。好吧，是的啊，所以就是很简洁的一个游戏的设计，但是确实有挺不错的一个思考，就已经很轻松，但是每次轮到你的时候，你都要想一想啊，然后互动性很足的这样的一个桌游。你的确非常，我很喜欢，确实是我很喜欢这个游戏啊。然后它还提供了正反2面地图，然后就是2种不同的玩法。背面的话，那个地图就是有公共目标了。对吧？有争抢了，更多的争抢，有更多争抢。然后地图上有那种一次性的一些技能，就是你临近那个地块之后呢，你可以比如说立刻再从你的袋子里面再打另一张牌出来，你可以联动。然后有的是你临近3个地块，你可以得13分。然后有的是你连进了之后，你可以双倍记某一个目标的分，反正就是有更多的选择。反正2个地图正反面，就是游戏体验还挺不一样的，所以还让我挺惊喜的。然后这个出版社他们也有更多的新的地图的计划，说好像是每年都会推出一个扩展，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对这个游戏还是挺有信心的。他们反正就是这个部件还不错，部件又有这个3D 的这些模型吧，像建筑模型，就是玩下来很轻松愉快。好，再下一个游戏啊，是一个我在 BGA 上玩了很多的游戏。你看到了？你看到了是吧？而且我也猜对了。你猜对了啊，这个。城堡联机，城堡组合好像。城堡组合是吧？然后这个游戏的话呢，就是我在 BGA 上看了一下，我总共打了60把，所以排在第6名啊，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其实确实也很喜欢，就是你像一个游戏，你让打60把，确实肯定是回本了，对吗？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是在 BGA 上打的啊？是啊，就很轻松，没有洗牌这些事情。是啊，肯定是有这个原因的。但这游戏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就轻松玩一下。对，它这游戏牌也没有很多了，不像那个森森不息，我确实真的就实体打太少了。但这游戏你让我实体打的话，它牌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也暂时没套牌套，所以就是它也不会涉及到太多的那个洗牌，所以不会让你造成太大的困扰，我觉得。然后这个游戏呢，它是美术很可爱，好吧，但是有些人会说它很丑，但我是能 get 这个美术的。它是丑萌的。对，它这个美术挺有意思的。然后每张牌上都是人物，好吧。然后呢，它的这个牌呢分成了2组，一组是贵族牌，一组是村民牌啊，乡村牌大概是。然后贵族牌的话呢，它的费用一般是比较贵，然后这里面就会有一些骑士，然后有一些跟宗教相关的这些人物，然后还有一些学者，就是一些贵族身份的人，好吧。然后在乡村这个牌库里面呢，就是农民。然后有更多的这些武士啊，不是武士，就是那种军队的，这种部队的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建筑工人，大概是这个样子。它完全有主题感的一个代入，对吧？下面的牌偏便宜，下面的牌偏贵。但是呢，上下2排它都有自己的一些得分的一些选项，每张牌其实都有，在最下方这个白色的条纹里面，它是它的这个得分的一些方式。然后游戏结束的时候呢，你面前会打出来一个3×3这样的一个格子。然后每一张牌呢，它会根据它的一个站位，然后以及你其他牌的一些提供的右上角的图标去得分。所以然后你是一张牌一张牌打的，所以别的玩家可以去卡你的位置，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打走你想要的牌，公开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轮抽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机制。分成2行是因为它会有一个小米宝在边上，你只能买那个米宝那一行的卡，它所在那一行。对，除非你要花掉一些资源然后资源就是钱跟这边的钥匙，钱主要是用来打牌的，
钥匙的话呢，可以让这个小信使它换到另一行去啊，你可以稍微调控一下，或者刷牌，或者把这一行给刷掉，翻新的牌起来啊。这个游戏你开始玩的时候，我觉得它比较随机，就是你翻出来什么牌，你并不知道后面有什么牌。但是如果你对这一个整个2沓牌都有所研究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懂了很多。你只要玩60多把你就懂了。你只要玩了30多把，别60多把，30多把你就会上瘾，上瘾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虐网友了。你前面会被网友虐，但后面开始虐网友了，太爽了。但是4人局还是不好说的。对，2人局是最那个的，最有策略性的，你可以调控，因为你可以卡对面，你知道对面在等什么牌。然后在4人局的话呢，在轮到你的时候，场上可能已经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了，那个时候就比较随缘了。很多这种轻松的卡牌游戏，你包括三不息的是这样子的，好吧？然后这个就是我就是在三不息之后，又在 BGA 上面玩到的，就是让我很上头的一个作用啊。我觉得它这个名字起的挺好的，它的确是很多 combo， 很多 combo 很爽，好吧？这里面流派很多的，对，就是你可以怎么的拿钱赢，然后可以集这些成套收集赢，集钥匙也可以赢，对吧？就是这么玩都可以，就很开心这个游戏，好吧？但是2个人是最开心的，好吧？这就是城堡联机第6名组合，城堡组合，好的，好，第5名呢，现在聊到德式游戏了，好吧？德式游戏，我觉得你应该大概能猜的差不多了，对吧？8、9不离10能猜出来了。我觉得有2个德式游戏我是很自信的。对，它这些游戏既然又没出现在我的这个遗憾没上榜，又没出现在前面，对吧？你现在差不多应该能猜出来第5名是什么了，就是你选一个你榜单上面最捞的德式。你觉得？我觉得排名最靠后的德式哈。奋进号深海。奋进深海不是，还在靠前。奋进号深海还可以。奋进号深海也在榜上更靠前。对，更靠前。OK，这个第5名是这个，好吧？好。这个黑森林，好吧？翠光密林。翠光密林。吴老师的这个新的德式游戏啊，这个游戏其实没有那么好玩。没办法，第5名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给他排年度第5还可以，毕竟它是德式游戏，就不是每年都会有特别好的德式游戏。毕竟是你很喜欢的乌老师，毕竟是我的喜欢的乌老师，毕竟它是一个德式。毕竟是乌老师最近很出名的转盘的机制。我太喜欢转盘了。你很喜欢那个大运河。我喜欢运河，然后玻璃之路没有玩过，这个其实是好像是玻璃之路的这个精神续作还是怎么着，可能是这个意思。运河其实也有了啊，但是它这个游戏跟另外2个游戏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它这个转盘它是一个强制你自动生产的这样一个机制。然后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吧，就是这个你有2个转盘，其中右边那个转盘是给你产玻璃的，玻璃是这游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高级资源，然后你要用它去造各种各样的建筑。这个建筑呢，可以让你进一步的进行资源管理，然后建筑会给你提供非常多的这个 end game 终局的积分，所以你终极的目的就是拿这个玻璃去建房子，其实是这意思，好吧？但是呢，你建房子除了玻璃之外，你还得需要木头呀，对吧？你还得需要各种东西啊，基础资源很多都需要啊。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你去走到你想建房子这个点位之后，你发现你突然多了某一个资源，你多了某一个资源之后，你这个轮盘就自动转起来了。自动转起来之后，你的玻璃就超出了你的需求，结果你的其他的资源就不够了。它是把所有其他基础资源全部消耗掉一个，然后你的玻璃多一个，你就换一个，它是一个自动旋转的一个轮盘。然后这个东西就让人很莫名其妙，你知道吗？就是我明明有这个资源，但我却没有这个资源，就你相信自己在卡自己。而且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是不在你的轮次的时候，你本来都已经想好了，对，下一马上要到你，然后别人送了你一个，对，然后就强行让你生产玻璃去了。对，这其实是一个卡别人的一个方法，或者就是无意之间就把你给卡掉了。就通常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说用一种，其中就是煤炭那个资源。就我的一点点理解啊，我还没有给大家说这个。卡一下一遍。对，就是你不要让它自动生产，因为煤炭其实用途没有那么大，然后有的时候你不需要玻璃，你就不要生产玻璃。因为另一边也有煤炭。你可以控制，对，是的，你大概可以控制一下，对，防止出现刚才那种尴尬的情况。你就通过这个方式赢了这么多把的。我赢了很多把，那不止这一点，这其实一点小分享，对吧？就是你想明白这个资源管理的一个特点之后呢，这个游戏就是正常德式游戏都有的，就是它有大量的玩家的一个选择空间。每局游戏上来，它会有40个建筑板块，好吧？每一个建筑板块是正反面的，所以每局 set up 完了之后呢，它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然后你开始很大的不一样，对。然后你看到了这个输入信息之后呢，你要去分析一下我这一局要建哪些建筑，然后我才能让我自己这个资源赚得最好，对吧？大家一起去想这个事，每个建筑只有1块，好，所以如果是4人局的话呢，就会出现非常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对不对？然后如果是2人局的话呢，它这也是游戏的一点小问题吧，就是说无论人数是多少，它场上那个建筑就那么多。
它没有给你提供重复的这个建筑板块。包括那个大建筑嘛，就是有终极积分。大建筑好像会少一些，就如果人少的时候，但小建筑的数量好像就是固定的啊，并且没有重复这个建筑板块啊，所以就是如果人越少的话呢，你可能会刷分刷得越爽，但是可能就玩家之间的互动会少一个层。但人数太多的话呢，可能会难免会出现玩家的路线选择重复，因为你其实开局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别的玩家想拿什么建筑，对吗？就是可能会这个样子啊。然后你要把建筑也想明白，把资源管理也想明白之后呢，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游戏的快乐啊！你得玩上几把之后才能感受到游戏的快乐。你还有走位呢？还是走位？对，这游戏它本质上是一个工人放置游戏，好吧？但工人放置游戏上面它也做了一点点的这个小创新，就是你感觉你的米宝是在地图上来回走路的啊。走路是要消耗粮食的，要消耗粮食的，它不是说我随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然后如果你要去到了别的玩家的位置，你还要去给那个玩家资源。对不对？所以玩家还有一点小小的卡位，好吧？所以它就是一个工人放置加上一个板块放置，然后再加上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资源管理，我觉得是作为一个今年玩到的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德式游戏，在第5名推荐给屏幕前的各位。但我不是很喜欢它那么多的建筑板块，再一上来信息量很大，对，然后字儿又很小，看也看不见。对，我理解，我很理解。就这也是我觉得到2024年了，就是2025年了，其实就是现在做游戏。就是关于这个，你是不是能用图标去代替文字，以及就是怎么能让就是一个就是这么大桌面需求的这么一个游戏，你让在桌面这边的玩家能看到那边的内容，其实是一个设计师或者说就是应该是 graphic design， 就是对吧？我觉得它最简单的就是给每个玩家一个建筑手册啊。但是手册你还是看不到那个建筑上面写的是什么，对吗？就是说你怎么能让大家能清晰的看到这个板子，就是一个挺增加游戏体验的这么一个。因为每个建筑就 A、B 面嘛，你就对我的意思是你坐在这边你看不见那边的建筑是。我说每人有一本建筑手册，那你还是不知道场上有哪个剩余哪个不剩余哦，你不知道被买走了。对啊，就是你还是不知道，你还是得绕地球半圈到这边来看，然后再回去，就其实很影响体验，对吗？好吧，那这个就是排名第5名的翠光密林。好，接下来呢是我的第4名了啊，第4名我觉得你肯定想不到。我连续猜对了3个，现在错了1个。你说我第4名还会错1个？你第4名，我觉得你也许能想到，但你可能我不知道。拆弹专家，我当然写了拆弹。炸弹克星。炸弹克星，对，瞎写名字。炸弹克星这个游戏呢，我一直在表达我没有那么喜欢这个游戏，但是我真的认可这个游戏，好吧？我完全认可这个游戏出现在任何一个博主或者玩家的榜单上面。我非常认可这个游戏。我知道你非常认可游戏，我觉得这应该是你的年度游戏之一。我觉得你的很多是我给你就是怎么说呢？应该是我这边给了你很大的影响吧，因为你没有玩那么多吧，但是我玩了超多把。没有吧？我其实玩挺多了，我怎么少会玩20关嘛？你拿一下吧，在那个洞里啊，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一盒还是从那个 DC 拿回来的中文版。炸弹克星啊，这个游戏我们第一次遇到它是在 GenCon 上面，然后当时呢，那一个小姐姐给我们介绍它的玩法是拿第1关给我们介绍的，并且规则讲错了，她就是说是就组合拆弹，就是拆别人弹的时候，好像那个规则讲错了，对吧？她就是自己直接放1对下来了，但是其实是不可以。其实是对，如果你自己有1对的话，你得先把另外2个先找到，然后你才能自己撂。对，就每个数字都有4根。对。你需要先去跟别人配对，除非说只能你自己配对，就是只剩你自己有的时候，你才可以自己撂。对，在那个错误的村规则下，这游戏太简单了。当时我玩了一下就觉得好无脑，先把自己队都打了，打完队之后再说呗，就感觉这样，这个很不对啊。然后第1关又是最简单的一关，这游戏一共60多关，对吧？他写了66次任务啊，然后我保证你们肯定是要不止玩66关，是因为它肯定中间是有玩不过去的这样一些。而且你会跟不同的人重复的玩一些关卡。是吧？啊，我倒不至于说跟不同的人重复的玩。我已经跟很多不同的人一起玩它，但是我可以玩，我可以加入任何一个集体去玩这个游戏，好吧？我可以提供非常强有力的这个拆弹的帮助。它的这个就是总共1到12的数字，然后每个数字有4个，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数字的所有的片都剪掉，才能够闯过这一关。然后每个人面前会有一个板儿，就是可以放这些片的。然后你要把你拿到的这些随机分配到，比如说每人10个片的话，你要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从左到右去罗列它们。所以你会永远知道别人的板上它的左侧是小数字，右侧是大数字。那它是一个合作拆弹，然后你又不能去跟别人说你面前有什么牌，所以玩家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推测你面前是什么牌，对吧？成对的去这样成套。
啊。它就是轮到你的时候呢，你就选择场上的另一位玩家，然后你说你的那张牌是不是8啊？他如果说是，然后你就从你自己这里撂出一张8，跟他的8配对，然后这样的话就算是拆了一个这个引线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呢，你这个规则里要求你说，如果你手上没有8，你是不能这么说的。对，所以你说你有8的时候，即使你猜错了，你的其他另外几位队友也知道你这里有张8。对，然后并且那个猜错的玩家那边，就是他刚刚指的那张牌，如果不是8，他会给出一个信息，告诉大家这到底是几啊？对对对。然后在开始的几关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可以很大胆的这样去猜测对面是什么。但是到第几关开始，很快你会出现红色的引线。红色的引线就是不能乱捡的。如果你猜了一张牌，你说那是不是8，就它是红的话，你就直接炸了。是的，就直接引爆这个炸弹了。如果不是红的时候，我们可能有3到4次错的机会啊，但是如果捡到红，直接就输。是的。然后在游戏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中间公共版图这里它有一个1、2、3、4、5、6、7、8、9、10、11、12，一共12个数字。然后这里面有些小小的槽位，可以去放置这个不同的小圆柱体，有黄色的，有红色的。然后红色的这个，比方说它有随机出来3个，对吧？3个红色的摆好了之后，比如放在了4跟5之间，然后6、7之间，8、9之间，然后你就知道这个红色引线就在这3个位置之一。啊，红色上面它不会写整数，它会写一个，比如7.1，比如这个样子。红色好像是7.5是吧？对对对。然后你就知道，那我在猜7跟8这个附近的数字的时候，我就不能那么去猜了，对，我就得稍微的保守一点，得做好推理，然后比较自信的去猜。是的，然后有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手里自己握着炸弹的人，我就很知道我那样去猜。不会拆到炸，不会捡到红线，对，然后我就可以很大胆去猜，然后别的玩家 get 到我这么大胆去猜了，他们就意识到哦，红线可能在我这里。对，场上如果只有唯一一个红线的，对，所以就是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配合，慢慢的你能玩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哦，这游戏好有意思，好有意思，你会觉得好像看似没有那么多信息呢，其实你细想，你会发现哦，其实有这么信息，他为什么要去拆那个数字？比方说，然后你会想他，再站在他的角度去想，对吧？对，这游戏为什么这么有意思啊？大概是我懂这个游戏，而且我懂这个，而且你每次都觉得你精通了一关之后，你会拆开更难的一关，然后继续有挑战性，还是挺多变化的，好吧？这个就是炸弹克星。我是跟很多不同的人去玩过，我跟同龄人玩过，也跟2个妈妈一起玩过，他们都非常喜欢，所以这也是我对这个游戏评价很高的一个原因。这个游戏的存在感就很像最开始我玩那个 Crew 嘛，但我觉得Crew相对其实是有一点门槛。Crew是你得会玩吃墩啊，你得知道那个什么感觉，然后那个容易着急，玩的时候你怎么打这牌，这个也着急，对吧？这个也会，但我觉得大家都很容易，更容易，这个更容易一点，这个确实更容易，它是慢慢带着你把难度往上走的。这个游戏很不错，好吧？这个是第4名，炸弹克星。猜对了。好，前3名了，好吧？第3名呢，又是个德式游戏，是小鹿刚才说到的这个奋进号深海新版本的奋进号。这个游戏的话呢，确实有足够的惊艳到我。它不是一个多么重的一个重德，但是它确实相对于前作来说，就是有很大的进步，在我这里，好吧。然后因为我对它的期待值为0，然后我玩到它之后，它让我足够的喜欢，把我全挡住了，让我就很喜欢它，好吧，放到我这边好。奋进号深海很大，好吧，这确实一个很大的盒子，比一般的这个桌游盒子要大一些啊。然后呢，这个游戏它是之前的老奋进号，跟大家先稍微说一下，它是一个有点殖民背景的，然后是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桌面版图。中间有一个全世界版图，然后呢，它每一轮呢，它的流程是每个玩家先去建造一个建筑，建造完建筑之后呢，你根据你爬轨的一些情况，你去领你的行动 disc， 就行动点的这个板块，然后呢，再把你之前一轮放下去的这个行动点拿回来。然后呢，再正式启动这一轮的游戏，好吧？然后这个行动点呢，它是一个小的圆的这个 token 嘛，然后你可以放在你的这个建筑上面去激活它，去做它的这个行动。然后有的行动呢，会让你把这个行动点的 token 放到地图上面去，你会永久丢掉一个，然后再做一个标记。通常来说，你做的标记越多，你的分数越高，大概是这样。所以你的这个行动点是有2种用法的啊。然后呢，在这个新版本里面，它这个就不再是建筑了，因为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潜水员，我们相当于是一个海洋学家。然后现在这片大海有污染。然后我们要去探测这个海底的这些生态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然后它总共有10个任务，然后也就是10关不同的这个 setup， 提供了非常足量的这样的一个重开性。然后呢，它一改之前的固定版图，它变成了一个模块化版图啊，就是它会在游戏结束的时候，最多能探出来5层深的这个地块，然后每一层可以最多拉开是5×5吧，最多是5×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你慢慢的随着进行，你通过这个探索这个动作，然后你去把这个地块拼到这个地图上，
对，其实就2个，其实2到3个根据美观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每次你做探索也不是就是唯一翻一个，是给这个做探索行动的玩家选其中2个，或者是可能应该是2个，一般是2选1，然后你按这个规则去拼到这个地块上，然后去给所有玩家带来新的一些机会，对不对？然后之前就在这个在这个深海探险队叫什么？在这个奋进号深海里面，不是建筑了，就是我们招募的就变成是船员啊，潜水员。然后每一个船员有自己的技能，有的是可以让你的船在地图上移动。通常来说，你想做的行动是你的船所在的位置决定的啊，你船的位置可以探索，你才可以探索，并不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做探索的。然后除了探索之外呢，你还可以保护海龟，这个也是得分的一个挺主要的一个方式。你要支付 DNA 这种资源，然后你想获得 DNA 的话呢，你需要潜水才能获得 DNA 这种资源。然后你获得 DNA 之后，除了海龟，你还可以在地图上去打论文、写论文、发表论文。对，因为你观察到很多生态的一些情况嘛，你要向这个公众汇报嘛，你要写论文。写了论文之后，它论文的一个主要作用呢，就是可以让你雇的这些船员翻面，好吧？翻面之后，你的船员的行动效率就变得更高了。我觉得这个游戏它最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去怎么爬你的轨，就是因为它的每个轨都非常的重要。一个轨是关于说你可以雇佣的船员是什么级别的，对。一个是说你可以每轮新收入多少个小行动点的片，一个是你可以拿回来多少个。对，这个拿回来这个不仅仅是让你的行动点片变多，而且是如果那上面就是某一个船员上已经有行动片的话，你这轮就不能打新的上去。对，是的，都要爬。这还有最后一条轨是你的移动的能力，或者是你的船的数量。然后就是移动能力很关键，就是如果你在1级的话，你甚至到不了2级深的这个海域，你只能在前海，就你必须得走最后一行。当你走到最后一行，你就走不了前面更重要的，就感觉这4个你哪个都不能去，你就一起往前爬，然后你只有6轮的时间，好吧，6轮的时间你要爬所有。一开始你发现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行动可做，但你发现你越到后面，你发现其实确实都能爬满，如果你玩的还可以的话，对吧？它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些就是翻牌的运气或者怎么样，也没有那么顺畅，但是整体来说，它是一个让我觉得。在这个它肯定是比原作有很大的进步的，然后主题上面、美术上面都是让我更喜欢的。是的然后呢，它还提供了合作模式。上次跟这个塞老师他们录完节目之后，然后说这个合作模式值得体验，然后我们就开了一把。然后这个合作模式还有很多的这个难度等级，你可以选这个基础的，可以选最难的。我们选了最难的。我们第一关选了最难的，然后并且在开始觉得根本不可能过的情况下，最后过了，就是一个非常史诗般的这样的一个很满足。结果吧，就觉得自己好棒但就是合作模式下又跟竞争模式又不一样，就是你会觉得你去爬这个轨，你可能会拿更高的这个，我们可以所有人一起把某一个人的轨抬上去，对吧？抬上去之后，他就可以在比如说第3轮，你是在第3轮、第4轮你就买了5级的人。是的，是吧？就是很神奇，就是出现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一些这个思考在这个。对，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奋进号原版游戏以及这版游戏里面，我一直个人不是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那个船员或者说建筑板块，它是有数量限制的。对，就是有的建筑板块特别好，或者说有的船员板块特别好，但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座次的关系，明明你也是在同一轮爬到了一样的轨的位置，就你并没有说因为你自己行动落后或者什么，你就是玩的也很好，但是就因为你的座次，你就拿不到那个很好的。对，我对于这一点一直有一点点诟病，我就觉得说可以设置一样多数量的，为什么要做这样子？三人局就没有这个问题。3人局的话，一般来板块就是充足的，所以这游戏最佳人数肯定是在3人在玩。然后就想说到这个合作模式，就在合作模式里，这个问题会被解决掉，因为大家会一起合力的去完成这件事情。你更需要这个，我就让给你就好了。对，大家会一起去想怎么能够总体最大效。对，因为其实它也不太涉及到太多的卡位，这个游戏其实没有太多卡位，所以就如果是竞争模式下的话，你拿不到就是因为他也想拿。对吗？然后就没办法了。黑森林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建筑拿完了就没有了，对吧？所以那这个就是排名第3的，让我足够觉得惊艳的这样的一个轻测、中测吧格式游戏，重开率非常的高，推荐大家。这已经是第3名了，对吧？这是第3名，所以后2名我肯定对了，对吧？后2名你肯定对了。但你可能顺序不知道，我不用排顺序，我只要说你并不需要排顺序，好吧？第2名 Civolution，在这里，在这里，但是被挡住了。Civolution， 这个是咱们新年第1个游戏的视频出的 Civolution， 好吧？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游戏和一会儿要讲的游戏，它的这个谁第1谁第2啊？
就是从我玩的游戏时长上，肯定是 Civilization 是更长的那一个。对，但这个游戏确实也伤我很深，好吧？然后也让我很开心，就是说它并不是说一定打开这个游戏一定会很开心，但如果你让我跟真人玩家玩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很开心，相对来说开心。跟 solo 老天天 solo 这个游戏确实就有点自闭，有时候被 AI 吊打，被 AI 吊打就你只有自己知道，你知道吧？虽然很多游戏的 AI 都会设计的比较难，而且我挑的也是比较难的那个难度。我有想到就是自己是一座孤岛，没有人会来救你，就你做的所有错误决定全都是你自己承担，就这种感觉啊。好吧，然后但是是 Civilization 啊 ，Civilization 我们前面刚出了个视频，他是一个这个 Stephen Field 老师，就是勃艮第城堡的作者，他在去年年底出的这样的一款大核游戏。然后这个游戏我最开始知道它的时候，我是持一个半观望态度的，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作为4点多的重度的一个桌游，然后又是这样挺素的一个桌面背景，我没有想在第一时间去玩它，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先玩了这个歹偷戏嘛。然后又玩一些其他的，像什么德式，对吧？然后我后来自己没事才研究这个游戏啊。但是确实，我第一把被虐得很惨，就是说我没有 get 这个游戏的这个骰子，它的随机性我该怎么去控制的情况下，我是没有很喜欢的。但是我觉得说不是吴老师，这个 Stephen Field 老师弄一个游戏，它不可能是个捞游戏。它不可能是一个捞中之捞的游戏，我就反复的，我就是说去琢磨，说我怎么才能让我把这个游戏玩明白它。然后我发现，原来你得像勃艮第城堡一样，你得给自己留足这个操作空间，你才能真的去把你想做的事情给做完，而不是说你去贪每一栋，让你每一栋都做不好，好吧？你得 get 到这一点才行，是吧，小陆老师？小鹿就是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听懂了，我觉得你每句话都在点我，是吧？对，我每次都跟他说，我说你得先去拿这个那个 idea insight， 对对对，然后你才能有 idea， 你才能去做你想做的动作。你老去贪行动点，但是啥也做不了的，对吧？这个游戏我每一局的体验都非常的差，因为我的投资一直扔得很不好。对，然后这个游戏开局我们每个人发10张牌，加上初始资源牌3张牌，13张牌，有的人就会天胡，有的人就是不会胡，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心理的不平衡。对，我觉得跟真人玩家玩的话就更容易不平衡。就是你会看到别人那么胡一下拿那么多分的时候，自己心里就不是很舒服。对，它的核心机制就是我们每一轮用你的面板上的2个骰子，这2个骰子会决定你能做哪种行动，一共有22种可选行动，好吧？然后呢，也就是说涉及到骰子，所以就有随机性。你扔出来的骰子如果不是你当下想做的动作，那你就做不了这个动作，除非你有足量的这个想法。所以它就是要时时刻刻的去管理你的这个 idea， 这个想法其实就是那个勃艮第城堡里面的工人了。就可以让你的投资数加1减1。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其实那个东西的重要性要比你想象的要再重要很多。其实就是你要合理去管理，有的时候你是不能强行去做你现在你觉得你要一定要去做那个动作的，你要去一定要去应对这个随机，不然你后面玩不了了。对对对。然后就是大概这是我想要分享这个游戏，好吧？就是每一轮你扔出来骰子之后，你都要去重新评估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它有很多，它有长线的规划，也有非常充足的短线的这些计划跟取舍，就是一直让你在游戏里面沉浸在里面，你是无法自拔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我没有那么喜欢 Civilization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作为一个重度很重的游戏，时长差不多在3-4个小时，却有这么高的随机性，会让我很不舒服。确实，这个游戏确实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别人顺的不行的时候，你就会有点觉得他凭什么，对吧？就是那个人他扔判定头，他就一定成功，对吧？我怎么扔我都要花2个想法我才能成功，有这种感觉，对吧？对，也不仅仅是判定头，还有卡牌。对，所以我们确实，我最近玩真人局，小鹿不太愿意跟我单独玩，所以我们玩都是4人局，就有点类似于动物园，如果你4个人玩的话，就总有一个人会是那个胡中爆胡的排序，对吗？就是你人越多，越会出现他的排序是更胡的那一个。如果咱俩都没有实际玩过，所以咱没有什么发言权。我觉得如果是2人局的话，也许会有更多的这个针锋相对的这个可能性。我们当时开了一把2人局，被我直接掀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太随机了。你上来的卡牌直接给你加了30多分，上来送了我很多分，确实，那确实。是，但是也并不是说就玩不了了，你懂我意思吗？玩不了，不是，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当时的你没有那么了解这个游戏的情况下，你是觉得玩不了，你会觉得分数差距很大。但这游戏总分是350分，但是你第一张卡牌拿30多分，你第2张卡牌又拿那么多分，我没有那么夸张。然后你疯狂爬鬼，不是我在打牌的时候你也可以打牌，我没有爬鬼的牌当时。反正他就先斟桌了，那确实我也是看到，我认可，就是他这个游戏如果他的前2轮的目标就是爬鬼，并且你手上刚好有对应爬鬼的话，那其实就真的就是1张牌送你25分，
真的就是送你这个分，对吧？而且你没有任何理由不打这张牌，对吗？就是无脑打这张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会作为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 solo 的体验，就是我为什么落到一个只能天天自己 solo， 就是因为那一把，对。对吧？我就觉得说你跟 AI 玩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我能理解，好吧，确实啊，这个就是有一点文明演化，它好就好在它让我非常的沉浸，好吧，就是玩一把桌游下来，我觉得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为什么你又喜欢历史巨轮，又喜欢文明演化这种很大的？对，这样有大背景的，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就自己很有知识，就感觉你是。参与在里面，对，就是你是那个存在，你是创世神，对，你是那个这样的存在，你知道吧？可以，好吧，接下来就是第一名了啊！第一名了，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直接跳到这里来看第一名是什么啊？这个第一名为什么不是 Civolution？ 就是刚才小鹿你说的原因，就是 Civolution 确实作为一个重德，它有非常不可抗拒的、无法处理的这个随机性，会导致玩家心态失衡，对吗？但是桌游里面都会有随机性，即使现在这个第一名，但是这个第一名我觉得是大部分人都会 get， 然后不会出现 Civolution 那样的情况的啊。Civolution 很多人可能确实不喜欢，但是这个游戏我觉得不会，这个游戏是年度得势游戏，好吧？就是这个赛题，寻找外星文明啊，我觉得这是任何玩家喜欢桌游的玩家都可以很轻松的 get 它的这个玩点的这样一款桌游。OK。前3名搁在前面了，像领奖台一样。有是吗？确实是 C 位是这个赛题。这个 City 我们目前玩了差不多4把还是5把，然后我的表现都还可以，然后体验了不同的打法，然后遇到了不同的手牌，然后在合适的时间打出来之后呢，你会觉得自己在操作套了不同玩家的圈，对，但是你们都是第一把打的，对吧？就是我是一直在打的那个人所以套圈也正常啊。那这个游戏它比较舒服的点在于它的这个牌很多，有点像动物园一样子。但是呢，它每张牌都是可以一牌多用的。这个牌你既可以把它当做收入掖到你的这个板块下面，然后每轮给你提供收入，然后你可以把它花钱给它打出来，去执行牌上面的一定效果，对吧？然后呢，这个牌呢还可以作为判定，然后在你的牌局顶翻出来的时候去帮你结算其他行动的效果。游戏最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长线的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告诉你，比方说你这一轮如果你的收入是成套的，比方说你拿钱的、拿能量的和抓牌的成套，一成套给你12分。还是说这次是集单独的你最多的那一种，比如说钱啊，你钱有5张，最后每一张给你5分，比方说啊，它是每一局会有变化，会影响你这一局的一个长线的一个规划。游戏呢整体的背景它是去外太空去探索这个生命，对吧？去找这个外星人。但是我们虽然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去启动我们这个 SETI 这个计划，但是我们的终点却并不会以找到外星人为结束啊。游戏呢总共会差不多进行5轮游戏，我们会差不多在第3轮或者快的话可能第2轮就能把外星人给搜出来了。外星人被我们发现了，好吧？然后呢，外星人发现了之后呢，他并不会消灭我们，他会想跟我们一起交流啊，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在外星人的帮助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有更多的牌，更多的这些资源，然后可以去运营，然后我们就可以向外太空发射更多的一些信号，然后去在银河系里面去发射我们的这些 probe， 就是这种探测器，对吧？然后去占领太阳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类殖民的一个宏大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我觉得它很有意思的是，它大概应该有5种还是6种外星文明。它在游戏最开始初始设置的时候是背过来的2个板，对你并不知道说遇到有可能是很好战的民族，也有可能是那种很和平的民族。对，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把每一个外星人全都遇到过，他每一个外星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小小的一些规则然后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提供一些变化。是的，我遇到2次，就是给大家一点剧透吧，就那个外星人就是他会给你发一些终局目标牌，然后那张终极目标牌上面会告诉你它有一个危险程度指数。然后，如果你把这个目标牌打出来的话，它会奖励你非常非常多的分数，但是你同时它的危险指数非常高啊。然后呢，你游戏结束的时候，谁的危险指数最高，谁要把它的总分扣掉10%。那你最后游戏结束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总分差不多是将近300分吧，你扣10%，你要扣30分，你这张牌给你加个10好几分就很亏，你知道吗？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有点暗中的这个暗牌博弈的这种感觉，就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是我 OK， 我可以接受。就是说有的时候。
你手里如果是拿的是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分牌，然后你打了很多张，你让别的玩家觉得你好像是手里握了很多危险，然后那个人就会放松警惕，他就会去打很多，他就跟你打很多，因为还有版图上的这危险指数，对吧？对，危险点不仅仅来自于卡牌，对，反正就一些很多类似于每局有一些不同的这些场外的一些博弈，然后就是觉得还挺丰富的一个体验，对吗？然后呢，它这个科技我们稍微说回来吧，就是你的玩家板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你可以做的一些行动、一些信息，然后你可以升级你的探测器，它可以一次，比如说在太阳系里面存在两个探测器，默认情况下是只有一个，然后你也可以让提升它的这个行动效率，比如说别的玩家去探测器去围绕某一个行星轨道运行的时候，它要支付多少点能量，然后你可以省能量打。然后你如果不用探测器这个为主线，你还可以在地球上面去发射信号，这就是紫色那一套科技排它的一个作用，对吧？你可以更有效率去发射信号，那个作用就有点像是 Wingspan 一样的，就是说你一次激活，你花相同的这个行动点，然后呢以及资源，然后你就可以激活那一串技能啊，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最下面一个你可以玩的科技就是这个 computer 计算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东西，你会用到数据这样的一种资源，然后把这些计算机给它填满了之后呢，你就通过数据分析，你就分析到了这个外太空的文明它们可能存在在哪里，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特殊的资源，这个是发现外星人很必要的一步。反正它是主题感也在那里，然后玩家的这个操作选择也在那里。对，然后它地图中央的那个版图也是可以旋转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是旋转的，我就很喜欢啊。甭管是你小人在地图上旋转，还是说这个版图本身就可以旋转，你只要能旋转，那我就觉得还可以，好吧？对，而且它就是本来就是，而且它是中圈、内圈、外圈嘛，然后就是很像就是这种就是不同的叫什么？公转的周期，然后这些行星，它们有的时候会几条行星连成一线，的那个时间点，你发射你的这个探测器的时候，就可以较小的这个代价，对吧？你说什么引力弹弓什么之类的，就发射出去了，发射到天王星、海王星去了。本来你还得走很远，你现在就咔直接抓住时机，观测到我们地球的这个方向，直接咔发射出去。原来还有这个，我都没有想到。你都没想到省行动是吧？因为它不是我说它的这个设计的隐含的一些东西。对，它的这个周期，它是通过那个板块去控制的。好吧，下一题，我觉得就是人人都能 get。然后你只要喜欢德式游戏，我觉得只要是你不太反感这个外太空这个主题，我觉得你应该是能 get 这个游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年度游戏，年度2024的 Top One。下一题。这游戏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到后面就是类似于就是安纳克的，在我这儿的问题，就是它游戏时间可能有点长，就到游戏后期，玩家可以做的行动很多。它的游戏流程就是有点像水下城，有点像神明大地盖亚计划，就是说你手头一限量的资源，你资源如果不用完的话，你就可以一直行动，你用完了你就 pass，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到游戏后面几轮可能就是你的资源很多，所以就是一直永动机，所以到后面游戏时间会比较长，你可以做很多的行动。然后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就算不太清楚你具体到底是哪一个行动可以让你多1-2分还是怎么样，都是每一动都是2-3动可以得个好几十分，然后你就想不清楚你到底是我应该做这个还是应该做那个，所以可能在后面会常考。资源太多的烦恼。我们4人局可能会打个差不多4个小时以上吧，就这个游戏每次都是。我的一局的体验就是不登录是不行的。得登录啊，你是得能登录才行。然后这个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这个收纳不行，它游戏没有收纳，然后它每一个外星人刚才说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一套牌什么的，然后还有自己的板子，然后配件各种，对吧？然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合适的收纳的话，每次要去找他们就有点烦。是的，所以这游戏很需要一个自制的 DIY 的一个收纳，或者大家去升级一下自己的这一套游戏，然后让它在 set up 的时候减少一点这个苦恼吧，大概是这样子，对吧？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想聊的今年的 Top 13游戏都说完了，对吧？然后就现在到了小鹿老师的分享时间。我先想要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这儿猜测你会上榜，但却没有在榜上的游戏。行，还有吗？一个刚刚是石头城，你放在了12。另一个是 Kelp， 早影追猎。这个早影追猎在这儿。我本来觉得你应该会放它。这个游戏我们那期视频点赞也超过300了，将来给大家录试短视频。你为什么没有放这个游戏呢？游戏我觉得还行吧，我觉得能顶掉刚才我们榜上任何一个游戏吗？我觉得顶不掉呀。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它确实还可以，它确实还可以。你顶掉哪一个？很多。顶掉很多吗？顶不掉很多吧，还行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2人游戏，但我觉得上周率也没有那么高了。但我觉得还可以吧。
但基本都猜中了，对吗？因为2024年确实好游戏还挺多的，我们这张桌子都摆满了，然后还有很多像 ARX 这样的没有细玩的游戏。首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 Top 3是的都在桌上，都在桌上，那我点不就完了吗？对吧？那肯定是炸弹克星啊，炸弹克星，然后那个不大好点好吧？这个是我觉得 SETI 有 SETI 吗？没有 SETI 啊？那你重选吗？我自己来。没有SETI重选吗？啊，这我理解，这我 get。这是我的前3名，这3位好吧？啊，干也算进去了。干是前3名是吧？就你重看这些视频会发现，我在讲这个几个游戏的时候，我有很多话想分享。你精神焕发是吧？确实，炸弹克星我是知道的。那你第1名炸弹克星，第2名是 Mason。1、2、3。哦，没问题。可以，那我们就是录完了这一期节目了，非常开心聊这一期游戏，好吧？也非常想知道观众朋友们，你的这个过去1年的最佳的前3游戏是什么？大家评论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子，对不对？毕竟每个人的选择标准是不一样的。OK， 那希望这一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吧。然后也希望在蛇年大家可以玩到更多更好的桌游，可以找到更多的好伙伴一起，有更多的时间一起开心的聚会玩桌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你的2024年的最佳游戏。好的，那这期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吧，非常感谢你看到这里，然后也期待大家在2025年可以继续支持桌游怪跟小鹿，让我们明年再见吧，拜拜。